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老来难，养老难，没有人可以逃避得了关于养老的话题，因为大家都会日渐衰老。人到老年，除了身体的每况日下外，其实心灵是非常害怕孤独的。人到晚年，当另一半走了，儿女不在身边，这样的孤寡老人才是真正的老来难。人老了，就像一个小孩，希望有人陪着，但是老了是要叶落归根，另一半走了，留下自己孤零零一个人，子女又不在身边，这样日子真的过得艰难。有些老人会选择再给自己找一个老伴，或者搭伙过日子，但是现实生活中，老年人再婚会牵扯到很问题，比如儿女是否支持、财产的分配等等。一旦这些问题处理不好，不但晚年不会幸福，还会引起很多家庭纷争，让晚年更难。所以很多老人情愿自己难受，也不找了。今年63岁的苏阿姨老伴在6年前去世，只有一个女儿远嫁省外。这些年她没有再婚，也没有搭伙，而是选择了这种特殊的养老方式。女儿支持，自己也过得很开心，让很多人羡慕。讲述人苏阿姨，63岁，我今年63岁，老伴在我57岁那年，因为一场重病去世。那个时候女儿刚刚结婚，嫁到了外省，离我有300多公里。我跟老伴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他刚走那段时间，我特别痛苦，我每天都给女儿打电话，但是女儿有自己的工作，要上班，要照顾孩子，离得又远，即便孩子孝顺，还是指望不上。女儿每年基本也就回来2、3次，有时候是中秋节，有时候是国庆，再就是过年的时候。人上了年纪，老伴不在，儿女又不在身边，那种感觉恐怕只有像我这样的孤寡老人才能体会。我有个邻居老李，他住隔壁单元，比我大4岁，我俩的情况差不多。老李退休之前是一家疗养院的副院长，退休工资很高，原本晚年生活很幸福。他老伴是中学老师，但是前几年的时候，他老伴突发脑梗，在医院住了不到1个月就去世了。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在国外1年也就回来1次。或许是因为同病相怜，我俩的遭遇差不多，再加上离得近，见面就会聊会天。老伴刚走的那年，老李经常主动找我聊天，有时候他儿子从国外寄回来的东西，还会拿一些给我。老李喜欢打太极，每天早上都会在小区的广场上面打会儿。后来他就劝我跟他一起练，他可以教我。那个时候我也是退休好几年了，女儿的孩子也不用我带，人家有婆婆公公带的，没有什么事情。每天做事情都提不起精神。听老李说打太极能让人心情好，对身体也好，我为了打发时间就跟着他学，每天早上都跟着他一起练。晚上的时候，老李吃完饭也会约我下楼溜达一会儿，散散步。在老李的帮助和陪伴下，我每天的心情也好了很多，人也渐渐乐观起来，不再每天跟女儿打电话诉苦了。老李不太会做饭，他经常会去小区外面的小餐馆吃饭，有时也会点外卖。跟他熟了之后，我每次包了水饺或者炖了排骨的时候，也会主动叫他来家里吃，他每次都特别开心，给他挂了电话，不到5分钟就到了。后来他半开玩笑跟我说，他给我交伙食费，每天到点叫他来我家吃饭，我也笑着说好，我们可以试试。我俩早上晨练完，有时候会一起去逛逛早市，买点喜欢的菜，有时在老家做，有时也会在我家做。这样的相处方式，对我和老李来说都挺喜欢的，但是也难免遭人闲话，
小区里有些人看见我俩经常出双入对，也有人背后议论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挺不自在的，就刻意躲开老李，不跟他见面了。有一次，1个多星期，我没给老李打电话，他也没有给我打。后来我才知道他生病住院了。我赶忙去早市买了一只鸡，炖了一锅鸡汤。赶到医院的时候，看见老李一个人在那里可怜巴巴地看手机。他看见我的时候，也是一脸的惊诧，一边喝鸡汤，一边笑着说真好喝。那一刻，我俩都开心地笑了。他在医院住1个星期，我每天都会给他送一些热乎饭过去。出院后，老李为了表示感谢，特意请我去他家里，买了很多好吃的，还开了1瓶红酒。那天，老李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，他知道那些天我刻意避开他，是怕别人议论，就跟我商量，要不我们一起领证结婚吧。我听了笑笑说，都多大岁数了，还领证结婚呢？老伴走了之后，我从来没想过再找老伴，也没想过搭伙过日子。但是跟老李相处这段时间，我们一起打太极，一起逛早市，一起散步，不得不承认，2个人的晚年比1个人过幸福多了。但是即便这样，我还是不会选择再婚。我们这个岁数了，再婚会牵扯到很多问题，比如儿女是否接受，在一起之后财产如何分配等等问题。很多人晚年再婚，不但不会让晚年幸福，反倒因为财产和子女问题弄得鸡犬不宁的，也大有人在。老李的儿子和我女儿也都知道我俩相处得很好，他们并不反对我们在一起，但是我始终不想再婚，也不想搭伙。我跟老李说，我们就这样相处挺好的。后来我也想开了，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别人怎么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自己过得舒心。还有是不是领证，再不再婚，住不住在一起，这些都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其实人上了岁数，晚年儿女都不在身体，我们老年人最需要的无非就是身边能有个人陪自己说说话，生病的时候有人给煮一碗热乎的面就足够了。我跟老李都有自己的退休金，经济上谁也不需要依赖谁。在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中，之所以相处这么融洽，正是因为我们不住在一起，没有柴米油盐的琐碎，只享受这些互相陪伴的时光，反倒让生活多了一份美好和期盼。于是我跟老李就这样约好了互助养老，啥也不图，全凭自愿。如今我们已经这样相处了3个年头了，一起晨练，一起散步，偶尔也会一起做饭，旅游，但是我们不住在一起，各住各家。孩子们都知道我们俩的事，也都很支持我们的这种相处模式。人上了岁数，儿女都不在身边，能遇到这种投缘的人，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我们都很珍惜现在的生活。至于旁人怎么说，我跟老李也都已经看开了，生活是给自己过的，我们并不在意了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孤寡老人，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老人，请不要害怕或者拒绝这种特殊的养老方式。只要你愿意，并且找到了合适的人，请勇敢地去尝试吧。你会发现，在晚年还能找到新的爱情或者友情，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或者可耻的事情。相反，它是一件非常美好和幸运的事情。祝福这2位老人一直这样幸福下去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